大家好，欢迎来到智享财经，我是李志。今天我们来聊后台粉丝都非常关心的话题，就是行业的 ETF 基金到底适不适合进行定投？当然适合，而且呢，有些行业 ETF 基金啊是非常好的定投标的。我就拿最近半年我在有色和军工第一波的大跌之后啊，我开始进行定投的收益数据给大家来看一看，还是非常不错的吧。这个行业指数啊，目前在我的整个组合当中的占比加在一起啊是10%左右，虽然表现不错，但是我想强调的是，投资行业 ETF 基金和投资传统的宽基指数 ETF 基金的难度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比如像沪深300、甚至50、双创50这样的宽基指数 ETF 基金，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定投标的。一是它是从全市场的角度来筛选优质的个股进行新陈代谢，随着经济的发展，极高概率会继续创出新高的。第二，有足够大的波动，可以通过定投进行补仓来降低整个持仓的成本。但行业型的 ETF 不太一样啊，它反映的是这个行业整体的表现。投资行业 ETF 啊，对选择行业和择时有非常高的要求，同时呢，回撤可能也会非常的大。因此，对于心理承受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里呢，我们用一个典型的例子来给大家进行解释。经历过上一波大牛市的朋友都知道，在2015年牛市 ，TMT 概念是火得不得了。这3个字母当中的 M 代表就是传媒。上一轮飞牛的中证传媒指数从2012年启动到2015年牛市的高点，你猜涨了多少？3年时间6.4倍，涨了6.4倍啊！什么概念？就是现在你的新能源半导体的涨幅啊，在它面前啊都要成小弟了。但是传媒板块在牛市之后，它的下场如何呢？中证传媒指数从牛市崩盘开始下跌，从最高点的4400多点啊，到现在的1030点，下跌了整整76.8%。所以啊，行业如果选错，或者说你在估值泡沫期重仓了某个行业，哪怕是定投，也是非常折磨人的。传媒行业一蹶不振的背后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传媒行业在上一轮牛市当中，通过各种花式并购刺激短暂的业绩，同时带来了各种概念的炒作，极大的透支了行业的估值。一旦这类商业模式被证伪之后，就会泥沙俱下，大概率呢也无法再创新高了。所以，我们得出这一期视频的第一个结论就是，行业指数型的 ETF 可以投资，也可以定投，但是一定要你是真正了解这个行业，并且能够在估值相对低位进行布局。最好呢，还是得通过定投的方式进行参与，然后在行业周期向下的时候，及时抽身离开。判断这些时间节点的难度的确是不小的。而且呢，我不太建议行业的持仓在你的基金当中占比太高，因为这样的风险暴露度也会非常的高。特别值得提醒的是，最近半导体和新能源方向非常的火爆，大家通过各种方式来验证这个行业的趋势有多好。这样的话呢，就很有可能对这类热点产生了盲目的信心，短期内是特别容易透支整个行业长期的估值的。在7月份，我特别提到了科技成长的主线会是下半年投资的非常重要的方向。但是其实我也没有想到的是，短短2个月时间，半导体芯片涨幅超过了40%，新能源车呢3个月涨幅超过了50%。去年4季度开始，我不止一次的说这些行业非常好，但是呢，在当前我想说的是，要注意对于仓位的控制了。不是说我立马要看空这2个行业，只是想再次强调一下，享受透支的景气度和泡沫可以，但是千万不要把某个行业短期的股价表现顺理成章的想象成它未来非常长期的股价的表现。你看，最近监管也喊话行业说了，缺芯不能炒芯。我相信后续政策的组合拳也会落地。所以呢，在这个位置，对于大部分风险偏好不高的普通投资者来说，如果没有特别好的价格，宁愿观望，也不要因为踏空心切而随意追涨上车，宁可错失收益也不要产生亏损。好的，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是李志，关注我，和我一起学投资，我们下期见。